走入山林，拥抱宽阔的自然。绘画可以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将世界收进画纸当中，展开你的画本，你的旅行就此展开。Hello， 我是斑鸠，以绘画为职志，教学为本业，引领每一个喜欢绘画的学员进入绘画的乌托邦世界。写生是一项非常迷人的活动，往往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份感动记录下来。然而，该怎么缩现这广阔的景色呢？让我们以眼前的美景为范本，教大家如何好好的构图吧。我们先把上面山的线条起伏都画出来，你的线条不要太仔细，凌乱一些，多一点线条，自然才是好的。然后取你的桥，在画写生、画风景的时候，或是一条桥，可以引领我们、引领画家、引领观众走进风景当中。在远景的山与近景的桥中间呢，我们的树木非常的丰富。这个也是我们焦点的地方。我鼓励大家每一株树用一个圈，一朵一朵的来表现，拉出你的湖泊的尽头，还有上面一棵一棵的树。当你发现一些比较特别的树的时候，可以用这样子简单的方式把它勾勒出来。这些树会承接远景的山与近景的桥与湖之间，尽量丰富。到了左边的时候，你前面的树、前面的靠近你最近的这些植物，你可以用区块的方式、凌乱的线条将它们标注出来。我很鼓励大家在画图的时候以自己的观点为主。如果你发现有一些地方画不下，或者是有一些位置出现了落差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我们画图永远是以自己为主，以你的作品为主。简单的草稿就这样子完成了。通常我会准备3种不同色阶的绿，再搭配一些漂亮的橄榄色系。另外，我很推荐同学带一点红、黄、蓝以及咖啡的色调，会辅助我们的绿色。那绿色呢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色系，我们充分的利用它，在画面上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。如果你对处理繁复的画面有困难度的话呢，我很推荐你可以用这种便携式水彩，或者是挥伯出的口红型水彩条，这种携带方便的水彩用品，利用它的特性，把每一个区块做一个分布的上色，这样子呢会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画面中的区域。先用一个清淡的绿色调将山全部画出来。
那每一棵树都是一个独立的色块，水彩的特性就是每当你碰到一些颜色的时候，你画出来的色调就会有很大的区别。每一棵树一颗一颗独立的来画，你可以不用担心说自己画的不好，或是颜色太淡。你要做的这个阶段呢，只是单纯的把它们的区域分布出来而已。先处理远山的色调与笔触，我们以深浅的绿作为搭配，横向、轻重不同的笔触来回表达出山上直披的深浅。最后用一点蓝色增加绿色的鲜艳度，一些的咖啡色增加绿色调的丰富性。我们来处理具体的树木，那利用各种不同的颜色，以及你会看到我的笔触有轻有重，来回的以放射的状态去画一棵树木。树木呢，我们不需要画得太仔细，你也不需要把每一个叶子与层次画出来。记得我们依然是在处理速写的部分，在远山跟镜湖桥之间的树木有着非常丰富的变化与层次与色调，你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搭配不同的笔触，有时候转圈，有时候琐碎，搭配着画。画树的时候，我们利用不同的笔触方向与轻重，就把它们一颗一颗的处理出来。你在画树的时候，记得轻重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部分的树木呢，会是我们画面中的焦点。树木的颜色有浅色、深色，以及各种带灰的、带橄榄色调的绿，越丰富越好。你的笔触可以不需要太过细腻，但是维持丰富度与树木的形状、变化，还有你的笔触，在这个部分都是相当重要的。当我们画到像这样子的树木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一片的叶子来画。在右侧多带一点红的色调，或者是一些咖啡色，也可以依序的加进来。中间会出现一些白色的缝隙，这些白色的缝隙，你就利用绿色的笔触将它们补满，同时也会成为一个后面的树木，后面的直披。还有轻重有别的力道作为分类。我们每画一个树木，你就可以变换一些颜色。这一段的树木会是我们画面中最主要的地方。风景写生最重要的就是绿色系，很多人都会误会绿色的使用，往往会让你的画面过于明亮鲜艳。当你放下既定的印象，仔细观察被阳光穿透的树叶、生长的嫩芽，每一株树木
前后的层次被阳光照射在不同的地方。自然界的绿是带着金黄色的光芒，优雅沉稳的橄榄色调。它有泥土的颜色，有清凉的蓝色阴影，画出最丰富的这个区段，它会让你的画面增色不少。当你在画这个木桥的时候呢，一个一个的木头以垂直的笔法，远小近大的原则，顺着草稿的线条来画。你不需要有太多的细节，记得这是一张风景速写，别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不重要的细节上。绘画就像人生一样，勾勒未来的蓝图，如画面的布局，厘清人生中必要与非必要的事情。琐碎而精致的细节，在整幅作品当中，也许不是那么必要。当你的架构与主题完整，细节与实力自然呼之欲出。处理近景的重要性是在于它可以跟后面的远山形成近远的对比。有了近景，它更能让我们的观众顺利地带入这个风景的视野里面。在画近景的时候，上方的树荫、树叶，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呈现，带入一些些的咖啡色调。那下面的地方呢，有一些树枝或是一些小花朵作为点缀就可以了。最后，我们需要稍微的整理一下画面，包括草地与湖的交界处些微的加深，有了深色与浅色的对比，我们这张图画才能够更加的明显清楚。绘画就是有舍有得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只要你的目标明确，并坚守住自己的正道，便能从容应对人生中的关卡。速写是一种记录生活轨迹的方式，也是一种与自然界直观连结的方法。跟着我一起绘画吧！下载绘画范本及教学讲义，让我们用非语言的方式认识彼此。在这条学习的道路上共同成长。